我操！魏无羡，你他妈不会尿了吧？江澄被胸口的温度吓得一个机灵。呜，团子动了动，抬起头来，软糯糯的奶音带着颤抖：“哥哥，对不起，你的衣服被我弄脏了。”眼眶红红的，泪水就在其中打转，一副就要哭出来的模样。江澄额头跳了跳，还真尿了。忽然，眼角瞥见一抹嫣红，血液在裹着奶娃娃的中衣上晕染开。江澄一惊，他一直用染血的中衣裹着魏无羡，方才些许血腥味也没放在心上。如此看来，他忙解开胡乱包裹的中衣，果不其然，那小团子正捂着胳膊，却挡不住血液的流失。手拿开！江澄皱眉道。魏婴被江澄的表情吓到，出于幼儿的本性，眼中的泪水又充盈了几分，愣愣松开了捂着伤口的手。瞬间，血肉模糊的细嫩手臂被暴露在半空凛冽的气流中，疼得魏婴打了个激灵，仍是忍着没哭出来。这伤原本算不上严重，只不过是个深一点的血口子罢了，与出席遇见时天天摔出的伤来比，几乎不值一提。且魏无羡又皮实得很，上房揭瓦打山鸡，身上几乎每天都会添些擦伤淤青，这血口子这实算不得什么。可魏无羡现在是个奶娃娃，还是个分量不够的奶娃娃，胳膊短短一截，幼儿皮肤细嫩柔软，没有少年流畅的线条，也没有覆盖在骨骼上那层薄却有力的肌腱。那血口子几乎划过了他大半截胳膊，在白皙细嫩的皮肤上更显得狰狞。没有灵力和药物压制，血液汩汩流出，小孩子身体弱，魏婴的本就白皙小脸已因失血过多而显出病态的苍白，加上鼻头和眼角的绯红，水汪汪的眼睛真如瓷娃娃一般可怜可爱。纵然是江澄，都产生了一种欺负小孩的罪恶感。哥哥，对不起，尤其是那小孩还颤抖着软乎乎的小身子，忍着眼泪道歉。江澄叹了口气，轻轻捏着魏婴的手臂，却不敢度灵力。魏婴现在年纪太小，贸然度灵力很有可能伤到他，别无他法，只能快点回去了。拆下腕带，小心裹住那血淋淋的小胳膊，都不敢用力，生怕一不小心就把这瓷娃娃一样的小团子弄疼弄哭，他可不会哄小孩。魏婴被裹住了胳膊，还是觉得疼得厉害，衣服上的红色液体让他恐惧。他是听茶楼的说书先生说过的，有人失血过多死亡，他流了好多血呀，还弄脏了抱着他的哥哥的衣服。他知道不应该哭，可幼儿的生理反应终是占了上风，积满泪水的眼眶终于不堪重负，泪珠顺着瓷白的脸蛋滑落，鼻子一酸，不由自主地抽泣起来，看起来委屈极了。江澄在心底骂了句要命了，他从不会哄人，更别说这种奶娃娃了，更何况这个奶娃娃是魏无羡，想想都惊悚。别哭了，江澄干巴巴地说，说完便后悔了。生硬的语气配上一贯如此的黑脸，在奶娃娃眼中怎么看都是生气了。魏婴抽噎了一下，生生止住了眼泪，甚至连抽抽搭搭都不敢了，硬生生憋着。哭是不哭了，只是怎么看都要背过气去了，小脸憋得又白了几分。江澄的罪恶感更重了，遇见速度更快了，要命。魏无羡小时候太吓人了，江澄觉得该哭的是他。蓝忘机与蓝曦臣从彩衣镇回来，便在山门前遇到一伙人，不知为何皆神色复杂。蓝忘机扫视了一圈，没找到那个黑衣身影，微微皱眉。魏婴去哪了？蓝曦臣看到蓝忘机的表情，微微一笑，问道：魏公子还没回来吗？少年们面面相觑，支支吾吾的说不出什么。有一人挠了挠头道：魏兄出了点意外，江兄带他回来，他们最后走的应该有些慢。蓝忘机心头一跳，意外？带他？难道魏婴受了重伤？为什么是带？他已经伤到无法自行御剑了吗？正当这时，一阵强劲气流划过，江澄落到了地面上，身后背着随便，衣襟上还沾着些许血迹，手里抱着个小娃娃。魏婴呢？蓝忘机急切道。江澄微微诧异蓝忘机的紧张，却也没时间细想，快步走进云深，边走边道：我抱着的就是。蓝忘机愣了愣，江澄怀里分明只有一个看上去不大的奶团子，那奶团子眨巴着大眼睛，眼角红红的，鼻尖也红红的，一副刚哭过的模样。只是不知为何，
那软乎乎的小脸蛋隐约有些苍白的模样。少年们七嘴八舌地交代了经过，蓝忘机思绪万千，好容易理出个头绪来。魏婴变小了，就是面前这只眼泪巴巴的奶团子。江澄顶着众人的视线，把怀中老实窝着的团子放下，道：“先不管这个，他胳膊上有伤。”魏婴冷不丁被放下，遇见以下的他腿软，再加上手臂的失血，小团子头重脚轻的晃了晃，差点摔倒，被蓝忘机快速扶住。魏婴看着面前扶住他的大哥哥，有些呆愣。逆光下，这个哥哥的眼睛好美啊，在发光耶，于是心安理得，眼睛直直盯着蓝忘机。他脸上还挂着泪痕，小脸蛋因疼痛而皱着，还咬着嘴唇，一副无辜可怜的小模样。蓝忘机瞬间觉得气血上头，被幼童那与魏无羡别无二致的桃花眼中的水雾打败。这是魏婴，一次次在他脑海中反反复复闪过的魏婴。恰巧这时，胳膊上本就绑得不紧的简易绷带掉了下来，露出骇人的伤口。小孩子胆子小，伤口没看到时不觉得，一下子看到自己身上鲜血淋漓的伤口，顿时哆嗦了一下，眼泪又泛上来了，但回头看了眼江澄，又默默把眼泪憋回去了。蓝忘机瞳孔骤缩，抄起小团子就走，还没等其他人反应过来就不见了。江澄皱眉，泽无君，这蓝曦臣笑道：“忘机带魏公子看医师去了，江公子放心，忘机很会照顾人，一定会照顾好魏公子。”江澄莫名觉得诡异，蓝忘机照顾魏无羡，乱了。却说蓝忘机抱着怀中的团子，一路去了蓝家医师室，所幸伤口虽深，却只是皮肉伤，没伤到幼儿脆弱的骨骼。只是幼儿的痛觉神经似乎更为发达，医师在给小团子上药时，小团子把头深深埋到抱着他的蓝湛的怀里，微微颤抖着。蓝忘机知道他疼，自然心疼的不行。魏婴小小的身体轻轻软软，在他胸前热乎乎的一团，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他幼儿的脆弱。蓝忘机搂住小团子，手顿了顿，终于抚上那毛茸茸的脑袋，揉了揉，别怕，想哭就哭出来。依稀记得他小时练剑受伤，兄长是这么安慰的。怀中的奶团子顶着双红眼睛抬起头，怯懦地道：“漂亮哥哥，你的衣服。”奶音中带了些哽咽，他又弄脏了一个哥哥的衣服。蓝忘机低头看着满脸泪水的小脸，轻轻将泪水擦干，无事。与医师道谢后，便抱着魏婴回到了静室，把小团子放在榻上。小团子安安静静地坐在榻上，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。蓝忘机翻出自己儿时的衣物，更衣。魏婴愣愣地被蓝忘机脱下裹着的中衣，这个哥哥身上好香哦。